姜子牙姓姜，是吕，名望，号飞熊，后世多称他太公望。其先祖曾做4月之官，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地，所以又称吕尚。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其中最坎坷的莫过于被9尾妖狐3姐妹杀害。可是姜子牙待人仁厚，救济世人，为什么遭到妖狐3姐妹追杀呢？那还得从自己结拜兄弟申公豹说起。因为他和申公豹都拜师元始天尊，可是元始天尊只收一个徒弟，因为元始天尊早已看出申公豹的本性，故意说只收一个徒弟，以此考验申公豹。顿时申公豹慌了，不知所措。然而身为大哥的姜子牙恳求元始天尊收申公豹为徒，而自己留在昆仑山砍柴挑水。虽然元始天尊没有收姜子牙为徒，但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教他法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姜子牙的法术终于学有所成。元始天尊看了姜子牙的一顿神操作，连连点头，露出久违的笑容，随后递给子牙一本无字天书。书以世俗贪念之人看来，只是一本白纸，只有心地纯净的善良人才能看到其中的文字。要好好的保护好这本天书，千万不要被歪门邪道夺了去。将上知道。好，不过我传授你天书一事，千万不可让申公豹知晓。子牙胸前的这颗五彩石叫女娲石，形状非常像一个鸡蛋，内部有一个名叫盘古的巨人。盘古看着眼前这黑乎乎的一片，于是他将自己立在了天地之间，准备将天地分开，未散去。于是盘古发怒，打下了自己的一颗牙齿，变成了开天斧。黑雾散去了，这时天地间才清晰可见。盘古害怕天地重新合拢在一起，于是他将开天斧变成了不周人。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不知因何人共在两人交战的过程中撞倒了不周山，使天破了一个洞，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这时幸好女娲娘娘出现，她不忍人间生灵涂炭，就拿自己炼出的36501块女娲石补天。然而在补天的时候，其中一块女娲石不慎流落人间，那便是子牙胸前挂的那颗女娲石。时逢已到商朝，后人为了纪念女娲娘娘补天的功德，便建造了女娲神庙。每逢3月15日是女娲娘娘的圣诞之辰，这天商纣王带领大臣在女娲诞辰之日拜祭。由于纣王地心荒淫无道，沉迷女色不能自拔，一阵微风拂过，倾国倾城的女娲神像映入他的眼帘。商纣王心想，我做皇帝这么多年，宫中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贪酒好色的商纣王于是心血来潮，挥剑在柱子上题诗一首：此女只因天上有，凡胎肉身自难求。如能抱得美人归，同床共枕夫何求。大臣们看到商纣王如此亵渎神灵，纷纷进言女娲娘娘会降罪的。谁料昏庸无道的商纣王听后非常生气，手一挥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众人前脚刚走，女娲娘娘就现了真身。当看到柱子上的诗后，女娲娘娘顿时勃然大怒，非常生气的说道：好一个昏庸无道的地心，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日反而不畏上天，吟诗亵渎于本座，实在可恶。于是掐指一算，殷商600年基业气数已尽，于是决定给地心来个报应，以惩罚地心亵渎神明之过。于是女娲娘娘发出招妖幡，正在翩翩起舞的玉石琵琶精和9头雉鸡精看到女娲娘娘发来的招妖幡，命令轩辕古木3妖去朝歌，杀了昏庸无道的地心。于是狐妖3姐妹来到地心的寝宫外，准备进入寝宫杀了地心，突然被一道金光震出，原来发出金光的正是守护地心的门神。这时门神问道：何方妖孽竟然欲入天子寝宫？这时9头雉鸡精说他们是女娲娘娘派来的，于是一言不合就开打。谁料他们不是门神的对手，于是3妖仓皇而逃回女娲神庙。这时女娲娘娘现出真身，3妖以为女娲娘娘会怪罪他们办事不力，谁料女娲娘娘并没有责罚他们，反而告诉3妖自己刚刚算过，那地心阳寿未尽，需要他们3妖引其妖形，脱身朝歌宫院去迷惑地心，并告诉3妖勿要残害众生，让3妖听命于佩戴女娲石之人。谁料姜子牙把女娲石送给了申公豹，从此3妖对申公豹唯命是从。
而申公豹安排三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姜子牙，夺取无字天书。姜子牙被三妖围攻，寡不敌众，被36剑天罡阵刺伤，身受重伤，口吐鲜血而亡。申公豹从他身上找到无字天书。申公豹从姜子牙身上找到无字天书，打开一看，却是白纸一张。因为元始天尊曾对姜子牙说过，此书于世俗贪念之人看来，只是一本白纸，只有心地纯净的善良人才能看到其中的文字。这时元始天尊出现，弹指一挥，申公豹就消失不见了，又随手一挥，三妖也消失不见了，然后就把姜子牙收回自己的衣袖中。逃走的申公豹心里想到，姜子牙被自己和三妖所杀，师傅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不如就放弃清修，帮助三妖迷惑纣王，留在人间享尽荣华富贵。随后听到纣王看上了苏护之女苏妲己，但是苏妲己怎么都不愿意进宫，于是纣王派兵攻打苏护，苏妲己不愿两方交战，使得整个冀州民不聊生，于是自愿前往朝歌入宫。就在他前往朝歌的一个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想着自己和伯邑考以前的点点滴滴。这时申公豹和三妖来到苏妲己的房间，狐仙儿把苏妲己叫醒。苏妲己看到眼前这吓人的装扮，吓得哇哇大叫起来。于是申公豹把苏妲己的魂魄封印了起来，让狐仙儿附身苏妲己的躯体控制她。随后狐仙儿就进入了苏妲己的体内。等苏妲己醒来时，她已不再是她。第二天，各路诸侯送来美女，纣王一个都不感兴趣。这时一个舞团上场，苏妲己蒙着一层面纱，在纣王面前跳着惊鸿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纣王看得如痴如醉，他上前摘掉苏妲己的面纱，看到苏妲己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姿，纣王是彻底的沦陷了，就像丢了魂儿一样，让下人送妲己到寝宫，自己随后就到。来到寝宫的妲己灵魂苏醒过来，这才知道自己原来被妖怪附体了，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妖怪？这时纣王迫不及待地回到寝宫，本想亲自动手，妲己不想纣王那么累，说自己来服侍他，让他安安心心地躺下。而另一边，天尊把姜子牙放在炼丹炉内一顿神操作，醒来的姜子牙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然后从炼丹炉中跳出来。元始天尊开始正式收姜子牙为徒，传授他兵法和阵法，让他好好修炼，拯救天下黎民百姓。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封神之大任，姜子牙在元始天尊的悉心指导一下，法术超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光修炼法术不能让他修成正果，只有下山历练，经历磨难，尚可有一番作为。而且下山后还有一段渊源等着他。同时再三叮嘱姜子牙要提防申公豹，如若交手，切勿手下留情。自从妲己进宫后，纣王被他迷得不理朝政，3位元老要面圣，被费仲游魂拦下。大臣们无奈找到王后来告状，说大王迷恋女色，不顾国家大事。于是王后来到妲己寝宫，带着群臣联名的奏书，逼迫大王把妲己赶出宫外。大王看了群臣联名的奏书，再看看王后，一气之下将奏书扔在地上，让王后不要干扰朝政。王后前脚刚走，妲己就跑到大王面前撒娇，让纣王把领头的大臣用刑，起到杀一儆百的目的。纣王为了妲己，把商朝的功臣施以炮烙之刑。丞相看到这一幕，心惊胆战，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后。王后听后直接被吓到，随后来到妲己寝宫，上前就是一个耳光，叫你还敢迷惑大王，残害忠良。纣王闻声而来，安抚着躺在地上的妲己，并撂下狠话，谁要是再敢动他的爱妃，绝不轻饶。王后看着大王如此护着妲己，无奈的只能离开了。第二天，妲己为了扳倒王后装病，申公豹突然现身，告诉纣王说自己来为娘娘除妖的。申公豹有模有样的念了一段咒语，不一会儿娘娘的病就治好了。纣王询问这妖怪是从哪里来的，随后申公豹掐指一算，是有人做法加害妲己娘娘。于是申公豹掏出一张符咒，只要跟着这张符咒就能找到加害妲己娘娘的人。随后费仲游魂跟着符咒来到王后的寝宫，这时纣王和妲己也来到王后的寝宫，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是一巴掌，想不到是你这个毒妇，想害死我的爱妃，你的心肠太恶毒了。王后一脸无辜，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随后王后的2个皇子说道，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母后想加害妲己娘娘？这时申公豹掐指这么一算，证据就在王后的床底下。经过士兵仔细的寻找，果然在王后的床底下发现了证据。大王拿着被扎针的小人偶，又是怒火冲天，一巴掌又扇了过去，随后命令士兵把王后抓了起来。被抓起来了的王后恶狠狠地看着妲己，并且骂她这个妖女迷惑大王，让大王中间不分是非不辨。纣王受不了王后这般辱骂，拿起烧得通红的铁钳，灭绝人性地插进了王后的眼睛。这时妲己假惺惺地说纣王太残忍了。纣王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你啊，于是对王后施以炮烙之刑。那画面惨不忍睹，令人发指。2个皇子见不得母亲受苦，大骂妲己是妖精，甚至提着宝剑前来刺杀。这时纣王不念父子之情了，就想杀了2个儿子。士兵拼死阻拦申公豹，给2人争取逃跑时间，还没2招就被申公豹拧断脑袋而亡。
然而申公豹很快就追了上来，一挥手，两位皇子就倒在了地上，准备杀之而后快。幸好学成下山的姜子牙及时赶到。西伯侯正把卜卦的铜币抛出去，却看见了妲己真身是只九尾狐。西伯侯彻底地震惊了。这时妲己走过来问西伯侯，算没算出来他的前世是什么？姬昌为自己占了一卦，卦象显示让他顿时一惊。不久前纣王下旨让西伯侯进宫，姬昌觉得这次进宫定是凶多吉少，于是就为自己卜了一卦。果然不出他所料，这下倒是难倒他了。去的话估计就会一去不返了，不去的话就是抗旨不遵，纣王就会有理由发兵讨伐西岐。奈何西伯侯心系爱民，只好舍小家顾大家保西岐平安。他将朝中事务托付给长子伯邑考料理，并告诉众人不必为他担心，自己心中已有破解之法，最多牢狱之灾不会危及性命。另一边，姜子牙从申公豹手中救下两位王子，让两人不要留在朝歌，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于是就让俩兄弟拜师学艺。可是兄弟俩满是杀气，一心想要为母亲报仇雪恨。姜子牙把两位王子说道一番，两位王子虚心接受子牙的批评。随后姜子牙手指一笔画，就将小王子送去九桃山广成子后面学道，接着将大王子送去太华山赤金子后面学道。但愿两位仙长能好好的教导他们放下仇恨。此时西伯侯正在去朝歌的路上，突然狂风大作，沙石漫天，出现一只妖怪。这时西伯侯从马车上下来，问他是何方妖怪，为什么要阻挡我的去路。于是妖怪说是他是狼妖，说自己好久没吃人肉了，今天要填饱肚子。狼妖一把掐住西伯侯的脖子，本想一口吃了西伯侯，谁料被他头顶发出的金光照射住，狼妖瞬间愣住了，没敢伤害他，于是就把西伯侯带回他的妖穴。这时从九重天落下一个火球，弄得山洞里剧烈摇晃，犹如地震一般可怕。同时这个火球引起姜子牙的注意，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火球直接砸进狼妖的洞穴，狼妖身上瞬间被烈火包围，疼得狼妖在地上连滚带爬，终于把火熄灭了，整个人变得犹如烤热狗一般。西伯侯都忍不住发笑。突然落下一颗陨石，随着金光乍现，幻化成一个婴儿。狼妖准备报火烧之仇，想吃了小孩，刚想靠近，无故出现一道闪电，狼妖被电得都蒙圈了。这时姜子牙出现了，3下5除2就收拾了狼妖，救下了西伯侯和婴儿。走近一看，婴儿额头出现了天尊所说的太极印记，于是就让西伯侯收他为义子，并取名为雷震子。姜子牙先要把小孩送他师父那里去学法术，等侯爷需要帮助的时候，雷震子自然会出现在侯爷身边。交代完就抱着婴儿消失不见了。随后西伯侯进入了朝歌，面见了纣王和妲己。纣王听说西伯侯卜卦乃天下一绝，于是想考验西伯侯是否名副其实。妲己提议算算老天何时下雨，西伯侯拿出龟壳摇了摇，一看卦象告诉纣王，稍等片刻就会大雨倾盆。纣王难以置信地说道，现在外面晴空万里，一点没有下雨前的征兆。西伯侯肯定地回答，定会下雨。话音刚落，外面雷声阵阵，瞬间下起倾盆大雨。纣王开怀大笑起来，赞赏西伯侯的卜卦之术，决定要好好赏赐西伯侯。可旁边的妲己就不乐意了，说西伯侯这次可能是蒙对了，要让西伯侯多算几次，这样才能显出他真本事。纣王也觉得妲己言之有理，妲己娇滴滴地对大王说，让西伯侯算算自己的前世是什么。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西伯侯，您如此精通卜卦易理，那您现在就算一下，我的前世是什么？西伯侯，你到底算没算出来，我的前世是什么？西伯侯，你到底算没算出来，我的前世是什么？
以前西伯侯为妲己卜过卦象，他并非妖狐转世，而眼前这个人很有可能就不是妲己。就在西伯侯陷于思考时，纣王问西伯侯是不是算不出来孤王的爱妃前世是什么。西伯侯不敢说出来，他看到的是9尾妖狐，于是只好说算不出来。这时妲己说西伯侯算不出来，可见他就是在欺骗大王，按法应该斩首示众。这时纣王发话，虽然算得不准，但罪不至死。刚才本来说是要重重赏他的，现在就功过相抵了。可纣王架不住妲己哀求，就把西伯侯打入大牢。而这时远在西岐的伯邑考听说父亲被打入了大牢，他决定要前往朝歌救自己的父亲。于是伯邑考孤身一人，带着西岐3宝前往了朝歌。这时纣王问伯邑考，来朝歌所为何事？伯邑考如实说出了此行目的。纣王一听也是蛮期待的，说先看看你进献的西岐3宝。而伯邑考介绍带来的第一件宝物就是七香车，此车不用人推，可以根据自己的指令前进和后退。于是就让纣王和妲己上车试试。纣王上车感受了一下高科技，说这七香车果然称心如意。随后伯邑考介绍带来的第二件宝物就是醒酒毡，此毡非常神奇，只要是喝得酩酊大醉之人，躺在上面就可以立马醒酒。于是纣王很快叫来一个太监，命令他将一坛子酒全部喝完，然后躺在醒酒毡上面。此时喝完的太监已经晕乎乎的，直接醉倒在醒酒毡上。纣王和妲己期待地看着这个小太监，片刻间小太监就清醒了过来。大王非常高兴，夸赞道：“果然都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啊！”随后伯邑考介绍带来的第3件宝物就是白面猴，此猴善食妖媚。纣王听了伯邑考的介绍，非常迫不及待地想试试。只见白面猴目不转睛地盯着妲己，似乎看出来他就是妖怪。突然白面猴恶狠狠地扑了上去，伯邑考赶紧把猴子赶了出去，妲己也吓得赶紧躲在纣王的身后。纣王说：“你竟敢纵容畜生伤我爱妃！”随后被封印的妲己哀求狐妖放过伯邑考，于是狐妖告诉大王说自己没事，只不过是只顽劣的泼猴罢了。大王这才放过了伯邑考。而另一边姜子牙正在市集算卦，为了寻找能人好为日后所用，他看上了一位卖菜的年轻小伙子。姜子牙告诉他印堂发黑，今天要大祸临头。男子一脸不屑地臭骂他是江湖骗子，直接走人继续卖他的菜。这时走来一个中年男子要买他的菜，男子正想把菜篮子放下，怎料突然篮子就这么一滑，扁担直接打到中年男子额头上，中年男子当场就倒地身亡。男子吓得扁担丢在了地上，引来周围群众围观过来。巡逻的士兵见到男子打死了人，直接将男子给带走了。刚好碰到朝中大臣比干路过，询问才得知武吉无意杀人，按大商律法杀人必须偿命。比干念他上有80岁老母，给他3天时间回家料理后事。武吉回家跪倒在母亲面前，把自己无意杀人之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儿子无意杀了人，吓得瘫软地坐在凳子上，于是让儿子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可武吉为人憨厚，重情重义，怎么可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呢？这时武吉突然想起姜子牙说的话，于是武吉急忙背着母亲来找姜子牙，一把跪倒在子牙面前，祈求子牙救自己一命。姜子牙故作镇定自若，双眼紧闭，闭口不言。吴母见状，亲自跪地求救儿子一命。姜子牙急忙将吴母扶起，说道要救武吉可以，就是要拜自己为师，这样师傅救徒弟就有名有分了。就这样武吉拜师姜子牙门下，随后子牙就开坛施法，利用稻草人代替武吉去假死。这么久，没看见他现原形，请大王记着他。上集说到姜子牙收武吉为徒，师徒2个人在市集上卜卦，来算命的人排起了很长的队伍。琵琶金玉庆看到十分好奇，直接插队跑到子牙面前看手相。这时武吉说人家都在排队，你干嘛插队？这时琵琶精说自己是带孝之身，家里刚刚丈夫死了，说给她丈夫挑个好时辰为她出殡。于是姜子牙给她先看。这时琵琶精问姜子牙会看什么，子牙说他会看八字、面相、手相、卜卦，样样精通。于是琵琶精让子牙先看手相，姜子牙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妖怪，一把将其抓住。你这个妖怪，放眼阳关大道你不走，偏要走这必死无疑独木桥。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你别想逃跑了。你是姜子牙？我当然是姜子牙，别以为我忘了那天你用36天罡刀把我冰结了，怎么今天认不出我来了？原来他是妲己的3妹玉石琵琶精，他见情况不妙，大喊有人非礼他，武吉都看不下去了，说师傅怎么能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
于是姜子牙说出他是妖怪的事实，吓得围观群众连连后退。武吉还是不理解，明明是个女子，怎么会是妖怪？还上手劝师傅放手。妖怪趁机挣脱，反手就给姜子牙一击。姜子牙立刻飞身而出，直接封住琵琶精的元神，瞬间倒地不省人事。在围观群众眼里，这可是出了人命。这时巡逻士兵闻声而来，士兵一眼就认出武吉，因为上次命案还没了解，于是就把师徒俩一起带回相国府。比干看到武吉后非常生气，我好心让你回家料理后事，你却用假死来欺骗本相。比干要亲自将武吉斩首示众。子牙急忙出来解围，表示武吉打死的是街上恶霸，恶霸不除只会让更多百姓遭殃。相国听了子牙的解释，这才原谅了武吉。而刚才的女子是个妖精，自己还没打死她，只是暂时封印住了她的元神，并且说出自己是玉虚洞门人元始天尊的徒弟姜子牙。听到这里，比干想起西伯侯说的话，想弄清楚妲己是人是妖，必须有能人帮助才行。于是比干此时心中有了自己的想法，想让姜子牙进宫，当纣王的面将女子变回原形。子牙自信满满的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子牙进宫，当着纣王的面开坛做法，用三昧真火煅烧玉石琵琶精，将其烧回现出原形。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玉石琵琶精被三昧真火烧得喊救命，用传音术传到妲己的寝宫内求救。于是妲己转身起来准备去救琵琶精。这时申公豹和九头雉鸡精来到寝宫内，告诉妲己玉磬碰到了姜子牙。妲己一脸懵逼地说道：姜子牙不是已经被我们用36天罡刀杀死了吗？申公豹说道：可能姜子牙命不该绝吧，或者是元始天尊救了他的命。于是申公豹和雉鸡精连忙施法，琵琶精身上的火立马就熄灭了。姜子牙这时察觉到肯定是申公豹他们在施法，于是姜子牙使出三昧真火。这时妲己来到纣王跟前，看到自己的姐妹就在跟前，自己却不能施法救她，于是她在纣王面前撒娇，说火烧活人太残忍了，让纣王把她放了。纣王心疼爱妃，正要阻止子牙火烧玉石琵琶精，比干出来打断拖延时间。于是姜子牙加大火后，女子直接被烧回了原形，原来是个琵琶精。妲己瞬间失了神。纣王看姜子牙法力如此高强，于是就封姜子牙为下大夫。姜子牙顺利进入朝堂。纣王在妲己的煽动下，让子牙3个月建好露台。姜子牙接下任务，趁机打开天眼观察妲己真身，怎料被妲己的女娲石挡住，只能回到相国府从长计议。马夫人好。下人好。哎呦，周弟也来了。小爷，这二位怎么没见过呀？我来引荐一下，这位是姜子牙姜大夫，旁边这位是姜大夫的徒弟武吉。子牙，这位是马老爷、马夫人，还有他们的女儿招娣。什么？哎，师傅，还有人叫这个名字？武吉，休得无礼。是这样，我们二老至今膝下无子，给唯一的女儿取名招娣，是希望她能招来一个男丁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武吉，还不赶紧的向马老爷和马夫人他们一家问好。是师傅。在下武吉见过马老爷、马夫人、马小姐。姜子牙见过马老爷、马夫人、马小姐。第二天，姜子牙上班监造露台，妲己突然到访，来到子牙跟前。姜子牙瞟了一眼妲己身上佩戴的女娲石，说女娲石是姜家的传家之宝，让他能否还给自己。妲己凑近一点，让他看清楚再说。这时纣王正巧到来，于是妲己又开始作妖，抓着姜子牙的手大喊非礼。纣王看着爱妃被欺负，连忙上前查看。纣王不分青红皂白，就听信妲己一面之词，要将姜子牙斩首示众。姜子牙一个闪现就不见了身影。画面一转，姜子牙回到相国府收拾包袱，临走前再三交代比干，让他3日内谢绝剑客，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随后姜子牙一家离开了相国府，怎料半路上被妖精拦截，用三昧真火把我的小妹烧回原形，让她失去了1000年道行。姜子牙，我今天就要替他讨回公道。武吉，保护他们！是师傅。
狐妖趁机抓走马招娣，姜子牙前去救人，又被青鸾火凤拦住。二人将姜子牙困在火球中，以为这样就能困住姜子牙。这时太乙真人突然出现，打跑了青鸾火凤，救下了姜子牙。而姜子牙很快就来到了轩辕古墓，救出了马招娣，并将雉鸡精打跑了。小孩有缘吃下一颗金龙果，谁料下一秒竟变成美男子，竟然由凡人变成了仙体。原来小孩子就是雷震子。此时云中子走了过来，告诉他当年师叔姜子牙送你上山，只为有朝一日助你父亲讨伤伐纣。此时的雷震子连父亲是什么都不知道。云中子开怀大笑起来，说难怪如此，你和你父亲只见过一次面，只好先收其为徒，日后慢慢教导。雷震子就这样拜师云中子门下。而另一边，伯邑考正在宫中弹奏一首还魂曲。这时下人禀报亚向比干大人求见。纣王虽然很烦他，但比干大人不同其他大臣，于是妲己劝纣王去见一下亚香，只好让妲己一人在这听取。纣王前脚刚走，妲己就来到伯邑考身边，一把将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胸口。伯邑考发现眼前的娘娘不是真的妲己。这时伯邑考问娘娘到底是谁。就在两人争吵之际，妲己发现了伯邑考手上的伤疤，这让他回想起来，当年正在修行的时候，伯邑考用剑射伤了他，想用他的毛皮做衣裳，幸好当时喷火烧伤他，自己才逃过一劫，不过也因此掉了一条尾巴，这个断尾之仇一定要报。这时太监急冲冲地禀报纣王，妲己娘娘要悬梁自尽。纣王一听顿时吓坏了，急忙回后宫救下自己的爱妃，询问爱妃到底发生什么事。大王，刚刚就在你走了以后，臣妾就想请伯邑考传授琴艺，没想到那个伯邑考不但无心传授琴艺，还出口调戏臣妾，而且他还不顾君臣之礼，想将臣妾叫你怎么样？大王，这就是那个伯邑考抓伤的。当时要不是臣妾把他推开换来内侍，臣妾早就走到。纣王听后勃然大怒，要将伯邑考斩首示众，大卸八块。士兵将伯邑考押上来，任他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妲己还是要寻死。纣王于是下令将伯邑考斩首示众。伯邑考大骂纣王是昏君，不但不明察秋毫，还纵容这个妖孽为非作歹，做鬼也不放过他们，并告诉亚父苏妲己已经不是当年的苏妲己了。伯邑考就这样被妲己冤杀，但还是难解妲己心头之恨，还要将伯邑考剁成肉酱，做成肉饼赐给西伯侯吃。如果他吃了，就说明他是浪得虚名之辈，根本就不懂卜卦之术，可以将他放了。但是如果他不吃，就说明他就是个算命的，到时候就可以立刻将他斩首示众，以绝后患。夜间西伯侯在看史书，总觉得浑身不自在，眼皮一直跳个不停，又是胸闷心痛，精神一直无法集中，于是放下史书，为自己卜了一卦。卦象一出，西伯侯直接瘫倒在地，哭着说：伯邑考我的儿啊，现在西伯侯知道等会送来的肉饼就是儿子伯邑考的肉做成的，如果不吃就会被满门抄斩，但又有谁能忍心吃下自己的孩子？上集说到西伯侯算到等会送过来的肉饼是他儿子的肉做成的，不吃的话就会被满门抄斩，但谁又能忍心吃下自己的孩子？这时费仲游魂提着盒子站在西伯侯面前，谎称西伯侯这是纣王狩猎的猎物做成的肉饼赐予你品尝。而这一切早在西伯侯的预料之中，但来的似乎有点太快，西伯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突然这时姜子牙现出真身，将在场所有人定住了。西伯侯见姜子牙来了，仿佛像见到救星一样。姜子牙告诉西伯侯，这肉饼你必须吃下，这样你才能躲过一劫，如果不吃，别说你性命难保，就连整个西岐都要家破人亡。交代完便转身消失不见，同时众人也醒了，跟啥事也没发生一样。随后西伯侯强忍着泪水，一口一口将肉饼吃了下去。几人前脚刚走，西伯侯再也忍不住了，瘫倒在地，拿着肉饼痛哭起来。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另一边，妲己利用女娲石将躯体和元神合为一体，将真妲己的魂魄强行拽出体内。随后妲己的魂魄飘到西伯侯的房间，告诉侯爷自己的躯体被狐妖占据了。侯爷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说自己吃了伯邑考。这时妲己告诉西伯侯不要怕，说自己能帮他。于是妲己唤着伯邑考的名字，西伯侯瞬间觉得恶心想吐。只见西伯侯吐出一个肉丸，肉丸幻化成一只兔子，原来兔子就是伯邑考的魂魄。随后伯邑考和妲己跪在西伯侯面前，跟西伯侯做最后的道别，还说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儿子。随后两人同时就消失了。纣王一听西伯侯吃下了肉饼，高兴的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就下令把西伯侯召上殿来，告诉西伯侯上次送去的肉饼就是用伯邑考的肉做的。西伯侯听后愣住了，然后开始假装恶心呕吐。这时纣王问西伯侯：主上，国王杀了你的儿子，
还把他的肉做成了肉饼给你吃，你会不会怪怪？问的屁话！他现在巴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他为了能够回到西岐，为了要给儿子伯邑考报仇，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将你千刀万剐。只有强忍着说不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纣王看西伯侯年事已高，也没什么作为，决定放他回西岐。此时相父比干还挂念着西伯侯，于是请姜子牙为西伯侯卜上一卦，卦象显示西伯侯安然无事，总算是逃过一劫。可是姜子牙无意发现比干印堂发黑，恐怕有血光之灾。比干自知天命不可违，朝中忠臣一个一个的离开，想必是时候轮到他自己了。随后姜子牙掏出一锦囊，告诉相父里面有3张神符护身，这3张神符可降妖除魔逢凶化吉，锦囊在遇到危难时方可使用。纣王的露台建造完成，开心的大摆宴席宴请众臣。当初申公豹许诺露台建成后，邀请天上神仙下凡与纣王同乐，可申公豹哪去找仙女啊？于是就谎称要到月圆之夜，天上神仙才肯下凡。为了能糊弄过去，妲己想到用他的胡子猢狲前来冒充天上神仙。很快月圆之夜就到了，比干觉得哪有天上神仙下凡，于是请命给神仙倒酒。此时申公豹也开始做法，经过一番神操作后，天上神仙果然下凡了。比干开始为他们倒酒，倒酒之际无意间闻到一股狐骚味，开始怀疑他们是妖精所变。奈何这些狐狸经修行尚浅，酒过3巡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于是赶忙拿出姜子牙给他的神符，直接抛向半空中，将这群小狐狸一顿火烧。申公豹眼看情况不妙，急忙施法将他们送走。比干将事情一五一十的禀报纣王，纣王愣住了。可妲己和申公豹一口咬定就是神仙，眼看双方僵持不下，就不了了之了。随后妲己在申公豹口中才得知，他的那些胡子猢狲被神符烧得太严重，全死了。妲己顿时怒火冲天，发誓要让比干死无葬身之地。第2天，纣王正在上早朝，突然宫女禀报妲己娘娘心痛病犯了。纣王一听急坏了，国家大事也不管了，直接退朝到后宫查看。妲己见大王来了，说自己得了坏心病，只有最忠诚的7窍玲珑心才能治好，而天下拥有此心的唯有丞相比干。纣王6道急诏宣比干进宫，小太监都看不下去了，将实情告知了比干。比干得知大王召我上殿，为了救我这颗心，他抱怨上天为何如此待他，自己这么忠心却落得这么个下场。这时突然想起姜子牙临走时给他的锦囊，他打开一看，原来姜子牙早就料到了，要他把第1道神符化水喝下，第2道神符贴在自己的胸口，挖心之后速速回府，千万不要与人言语。比干急忙按照姜子牙说的去做，喝下神符之水，然后再把神符贴在自己的胸口。行，老夫倒要看一下你要怎么挖我的心。随即进宫面见纣王，纣王向比干借他的7窍玲珑心，比干此时微微一笑，说了句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江山也会亡。随后拿刀插进自己的胸口，划开一个口子，这一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然后将手伸了进去，将心脏给掏了出来，这一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随后丢下心脏，一声不吭地走出大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申公豹看出比干并没有死，急忙将情况告知妲己。妲己料想肯定是姜子牙施了法，妲己见没能害死比干，于是便化作卖菜妇人，在比干的必经之路卖无心菜。妲己大喊卖无心菜，怎料比干闻声停了下来，问没有心的菜能活吗？谁知妲己说道，有人无心不也一样活着吗？其实人若无心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直接破了姜子牙的法术，比干胸口瞬间喷出鲜血，直接从马上摔了下来，就这样一代忠臣惨死在大街上。同时天空将星陨落，姜子牙算到比干已经遇害，奈何人算不如天算，比干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此劫。有将星陨落，也就有天星下凡，火山深处飞出来一个火球，直接飞到产妇肚子里。上集说到火山深处飞出来一火球，直接飞到产妇肚里，妇人马上要生了。李靖和俩儿子在门外十分着急，突然产婆跑了出来，说妇人生了个妖怪，吓得撒腿就跑。正在父子3人一脸懵逼时，这时屋内突然飞出来了一个肉球。李靖见状以为那是妖怪，赶忙拿起宝剑朝肉球砍去，怎料肉球金光乍现，将李靖震了回去。肉球落在地上一番旋转，幻化成一个孩童，接着就见一个孩童叫爹，这是什么鬼？刚出生就会喊爹，不是妖怪是什么？李靖要一剑铲除妖孽。这时李夫人跑了出来，死死地护着小哪吒安全，但李靖坚信这是个妖孽，必须以绝后患。幸好姜子牙及时赶到，直接将剑打落在地。此时哪吒背后显出太极印记，正是日后的伐纣神将。于是姜子牙告诉李靖，孩子并不是什么妖孽，将来还会有很大的作为。李靖相信了他的话，并且还给孩子取名为哪吒。就这样，姜子牙也留在陈塘关教导哪吒。在之后的日子里，哪吒跟着姜子牙修炼法术，经过姜子牙的细心教导，哪吒也有了一些小成就。哪吒本想拜他为师，可姜子牙却说自己并不是他师傅，自己只是他的师叔，你的师傅另有其人。随后将太乙真人交代的2件法宝乾坤圈和混天绫交给哪吒，并且还将法宝的使用方法交给哪吒。这天招娣带着哪吒在东海边洗兜肚，怎料把龙宫搞得地震海啸般。龙太子派人上岸捉拿几人，不料几个虾兵蟹将被哪吒打得落花流水。龙太子得知龙颜大怒，决定要亲自上岸捉拿，哪知哪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三太子更是气坏了，
你把龙宫搞得像地震，说话还这么拽。当即下令拿下哪吒。几个虾兵蟹将乃是哪吒的对手，3两下就被他解决了。哪吒丢出乾坤圈直击三太子胸口，太子当场毙命。哪吒抽下龙筋，做成玉腰带送给李靖。可李靖并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儿子变孝顺了，开心的系上玉带。老龙王得知儿子被害，还被抽了龙筋，顿时怒火冲天，发誓定将凶手碎尸万端。龙王当即赶往陈塘关，跟李靖碰了个正面，看到李靖身上的玉带，更加确定是李靖害了他儿子，二话没多说，当即大打出手。这时的李靖只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是老龙王的对手。幸好姜子牙及时赶到救下李靖，姜子牙也不知道他是龙王，直接就给他一顿胖揍。李靖赶忙拦下姜子牙，并告知子牙他乃是东海龙王。姜子牙这才停手。虽然你是东海龙王，但也不能来人间行凶啊。龙王说他的儿子被你们杀死了，你们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这句话给两人问得一头雾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龙王直接将李靖身上腰带吸了过去，玉带在龙王手上瞬间变成了龙筋。看着眼前的龙筋，所有人都震惊了。龙王说：“这就是我龙族脊背上的龙筋，我现在就要回去召唤东海之水，水淹陈塘关。”但这一切全被躲在后面的哪吒看在眼里。哪吒紧随其后，半路拦下龙王去路。他告诉龙王，杀死三太子的正是自己。龙王说：“原来你就是杀死我儿的凶手。”于是哪吒让老龙王跟他回去，跟他父亲说三太子不是他杀的。龙王更是气坏了，要杀了他为儿子报仇。只因刚才受了伤，直接被乾坤圈击倒在地。哪吒一脚踩在龙王身上，接着对龙王一顿暴揍。龙王被打得连连求饶，于是让龙王变成一个泰迪，被哪吒牵了回去。李靖见哪吒回来，顿时怒气冲天。哪吒说自己只是去找龙王了，让他不要水淹陈塘关。李靖顿时发火说：“龙王会听你的吗？”哪吒说：“龙王答应了。”所有人都震惊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时姜子牙发现不对劲，于是施法将龙王变回原形。龙王当即怒斥李靖纵子行凶。龙王也是条汉子，说话算话，既然已经发过誓，自然不会水淹陈塘关。但此时他绝不会善罢甘休，要去找女娲娘娘给自己做主，说你们就等着女娲娘娘将罪吧。上集说到哪吒杀死龙王三太子，李靖一怒之下拔剑要杀了逆子，幸好姜子牙出手将哪吒救下，随后在众人的请求下将哪吒关入柴房，不得出门半步。怎料哪吒还不知道悔改，还想再把龙王胖揍一顿。这时姜子牙走了过来，他怕龙王会对哪吒不利，于是施法将哪吒送到乾元山他师傅那里去，希望太乙师兄能助哪吒度过此劫。一眨眼功夫，哪吒就到了乾元山，随即太乙真人也出现了。太乙真人告诉他，你师叔把你送到这里，你是安全了，但是他会替你受过。看着师叔被龙王捅了一刀又一刀，哪吒看了难过痛哭，流下了眼泪。如果这一切都是师叔替他受过，他宁愿回去被龙王千刀万剐，也不要连累任何人。于是勇敢地回去担起了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愿意一命换一命。于是龙王就用女娲娘娘的金匕首赐给哪吒，让他自尽，说这样才能去了你的法身。哪吒捡起匕首，给父母兄弟做了最后的道别。他认为欠父母的无法偿还，只有削骨皇父，削肉皇母。随后哪吒用匕首将自己手臂的肉一片一片的削去。逆子也是子，哪个父母能看得了这一幕？除了龙王以外，没有一个不泪奔的。最后哪吒一刀捅向自己的腹部，结果了自己看着哪吒死了。龙王带着人也随即离开了。这天夜里，夫人伤心过度，彻夜难眠。突然刮来一阵怪风，哪吒的魂魄出现在门口，把招娣吓了一大跳，以为见鬼了。此时哪吒告诉母亲，在埋他的地方修一座哪吒庙，只要受人间3年烟火供奉，到时自己就能复活过来。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父亲知晓。作为母亲自然是答应了。怎料这件事竟然被妲己知晓了。妲己想尽办法阻止哪吒复活，让姜子牙少一个帮手。于是他们就化作成2个妇人，哭哭啼啼的进了李府，一把跪倒在李靖面前，求李靖为他们做主。李靖身为父母官，赶忙扶起2位妇人，询问发生何事。妇人表示不远的秀山上突然盖了一座庙，因自己儿子生病，于是就进庙烧香拜佛，庙里开了一贴药，儿子吃后当场暴毙身亡。于是李靖问妇人庙里供的是什么神，哪料从妇人口中得知是哪吒，李靖彻底的震惊了。他告诉妇人自己定会查清此事。2人眼看计谋成功，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李府。这时妇人走了出来，李靖怒气冲天地质问妻子，哪吒庙是咋回事？夫人支支吾吾半天也回答不出。李靖顿时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夫人所为。夫人无奈，只好把哪吒托梦的事告诉了李靖，只要能受人间香火供奉3年，我们的孩子就能复活过来。李靖听后勃然大怒地说道，哪吒他一没有建功立业，二是没有造福百姓，他凭什么受大火的香火？说着就要去拆了这座庙。夫人赶忙上前阻止李靖拆庙，怎料被李靖无情地推倒在地。随后李靖带着士兵来到庙前，看到了哪吒的金身神像，他顿时大怒，哪吒又没什么功德，凭什么受香火供奉？当即赶走了前来拜祭的村民，下令拆了哪吒庙，随后拔出佩剑直接就是一砍，将哪吒的神像斩成2截。此时哪吒受了香火，魂魄已经凝聚在一起，可今身被毁，无法重新复活，用不了多久就会魂飞魄散。难怪哪吒恨透了李靖，连我都看不下去了。幸好姜子牙及时出现，将哪吒的魂魄收进自己的衣袖中，带到乾元山找他师傅帮忙。太乙真人说，现在要救哪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莲花化身，将莲花做头，再用玉藕做成身躯，只有这样哪吒才能黄阳。但是这金莲和玉藕只有
只有百花仙子才有。于是姜子牙前往百花圃，见到了百花仙子。仙子告诉他，金莲和玉藕是稀世珍宝，想要得到必须通过3个考验。上集说到姜子牙前往百花圃，见到了百花仙子。仙子告诉他，金莲和玉藕是稀世珍宝，想要得到必须通过3个考验。第一关是比法术，来取宝之人法力必须要在百花仙子之上。百花仙子自然不是姜子牙的对手，姜子牙很快就通过了第一关，随后就开始第2关是比智力。百花仙子说道，只要你能从我手中拿到金莲花，就算你赢。于是姜子牙让百花仙子出题。百花仙子说自己每天从各种花中提炼不同的香氛在身上，有的时候是牡丹，有的时候是玉兰，说自己开心的时候就会涂含笑，伤心的时候就用茉莉。现在我要你猜猜，我给你的什么香味？这还用猜吗？当然是你手中拿的金莲花了。姜子牙，你错了。错了？这不可能。我告诉你，我今天所擦的香味是兰花。是吗？你不相信是吗？好，你仔细看。是有点像。有点像。是啊，这只是有点像而已。我还是认为是你手中拿着的金莲花的香味。难道你以为我会骗你？我只是有点不相信，不知道仙子可否把金莲花借给我闻闻看。好吧。多谢仙子。多谢什么？多谢仙子赐我金莲花。我哪有？你是不是忘了？刚才是你自己说的，只要我能够将金莲花拿到手中，不管怎么样，都算是我赢了。如今金莲花的确是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姜子牙，算你聪明。金莲花是到手了，但拿到玉藕要通过第3关才行。第3关则是考验定力。百花仙子让子牙闻了迷情花的味道，只要他定力不够爱上百花仙子，那他就无法得到玉莲藕。姜子牙果然中招。正当他要抱住百花仙子的时候，突然招娣在梦境出现，一拳就将子牙从梦境带回现实。果然还是家中的娘子有魅力啊！这时百花仙子说子牙是一个怕妻子的人。也就这样，子牙成功通过3关考验。百花仙子也履行诺言，将玉莲藕送给了姜子牙。子牙感谢一番，急忙的离开了。这时百花仙子说，我的迷情花毒已经留在你的体内，只要你下次再见到我时，一定会喜欢上我。姜子牙赶回金光洞，告诉师兄自己把金莲花和玉莲藕带了回来。他以当即施法，将玉莲花做人头，玉莲藕做身躯，再把魂魄和玉莲藕铸为一体，待花瓣撒开，哪吒头就长了出来，玉莲藕也变成了肉身。就这样，哪吒成功复活过来了。师傅告诉哪吒，你乃莲花化身，并非凡胎肉体，所以法力也增加了许多倍，千万要改了以前的顽劣性子，让他从今以后跟随子牙师叔下山降妖除魔。最重要的就是要不计前嫌，不要找父亲报仇。下山途中遇到了青鸾火凤，妖怪命不好，碰上哪吒也是倒霉。这时太乙真人出现，两妖怪趁机开溜，没想到直接被太乙真人给定住了。从师傅口中才得知，原来二妖就是金光洞中的风火轮，后来有了灵性修成人身，偷偷下山做了妖怪。随后太乙真人直接将二妖打回原形，又把风火轮送给哪吒做交通工具。哪吒获得风火轮，一飞冲天，好不快活。这时家里人知道了哪吒复活的事情，于是金吒和木吒来找哪吒，想让他回家。哪吒恨死他爹了，说什么也不肯回去，除非李靖能承认错误，亲自来迎接才肯回去。没办法，金吒和木吒赶紧回去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可是李靖是个爱面子的人，怎么可能会去接这个逆子？这时夫人和二吒兄弟全都跪下来求他。李靖这时说道，既然你们所有人都替他求情，那么老夫就原谅他吧，让他回来就是。妲己为了阻止李靖父子相认，要让他们父子俩人互相残杀，于是又心生一计。这天哪吒在集市上抓着一个老妇人不放，说道，别以为你附在他身上，我就认不出来你。但这妖怪只有哪吒才能看得见，凡人却看不见。妖怪趁机哭喊，引得群众围观。哪吒当即要把他现出原形，九头雉鸡精趁机离开妇人身体，同时吸走了妇人的精气，妇人当场就倒地身亡。哪吒，你虽武艺高强，玩套路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时李靖突然走了过来，问哪吒，这人是你打死的吗？哪吒说这人是妖怪弄死的，可李靖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还没等哪吒解释，九头雉鸡精又附身到另一个妇人身上，哪吒赶忙冲了过去，又一把抓住老妇人。他想把妖怪变回原形，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妖怪再次跳了出来，又吸走了妇人的魂魄，妇人直接倒地身亡。这下哪吒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李靖这下是彻底怒了，说哪吒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亲手杀死2名妇人，他要将哪吒拉上刑台斩首示众。于是李靖要亲手斩了他儿子。只见午时3刻已到，
李靖手起刀落，哪吒就人头落地。姜子牙在一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李靖一身光明磊落，亲眼看到哪吒连杀多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随后姜子牙将哪吒的尸首带回洞中，说到哪吒乃是灵珠子转世。只见姜子牙动用法术，哪吒就复活了过来，还长出了3头6臂。见到哪吒复活，众人开心不已。姜子牙告诉众人，哪吒乃是莲花月偶化身，之前被砍下脑袋没有流一滴血，自然就能重新接了回去。哪吒复活后的第一件事就要杀了他爹。李靖，哪里跑？想不到哪吒现在的武功竟然这么厉害！哼！李靖，你往哪里跑？我今天要好好的跟你算账！孽畜！你竟敢大逆不道追杀你爹，你就不怕遭天谴吗？哼！该遭天谴的人是你！你3番5次的要杀我，还好我命大，我今天一定要为我自己报仇！说着，哪吒便提枪刺向自己的父亲。可李靖哪里是哪吒的对手，3两下就败下阵来。哪吒提剑刺向自己的父亲，这时他的母亲和2位哥哥赶到，阻止了哪吒的刺杀。可是哪吒咽不下这口气，说什么都要教训他一顿。这时玉石琵琶精突然出现，一把掐住了夫人的脖子，以此来威胁哪吒杀了自己的爹，否则就要杀了他的娘。刚才还追着李靖杀，到真正有事又不敢了。可李靖也是条汉子，为救夫人直接往枪口上撞。哪吒反应及时，一脚将李靖给踢了出去，紧接着转身将风火轮踢向玉石琵琶精，玉石琵琶精就这样被打跑了，母亲就这样被救了下来。哪吒提枪又要去教训他爹，突然手中的火尖枪却被收走了。随后燃灯道人凭空出现，哪吒不知眼前的老头竟是他师伯，直接给哪吒一顿臭骂。燃灯表示自己奉天尊之命，特意下山来化解他们父子的恩怨，这样才能共同辅佐西伯侯讨伐商纣。哪吒嫌他啰嗦，掏出法宝要对付他。这时燃灯直接丢出玲珑宝塔，将哪吒的法器全都给收了进去。哪吒转身就想跑，却被宝塔吸了回去，随后被宝塔直接镇压在塔内。塔内的3昧真火将他烧得死去活来。父母见状赶忙求道长放了哪吒，这时道长才把哪吒放了出来，还把法器全部都还给了他，同时把玲珑宝塔送给李靖，还把玲珑宝塔的咒语注入到李靖体内，只要哪吒不听话，立马就可以收了他。交代完燃灯便离开了。从此以后李靖就有了他唯一的一个技能，就是丢塔。有了宝塔，李靖说话语气都不一样了。哪吒，你要是再对为父不敬，信不信我用宝塔来压你？妲己陪同纣王上朝，要亲自下去感谢一番太师多年对朝廷的汗马功劳。太师鼻子灵敏，一下就闻出妲己身上的胡骚味，一把将其抓住。你到底是何方妖孽来此迷惑大王？这时许多忠臣和将王死于非命。妲己装傻表示自己听不懂太师的话，费仲游魂赶忙站出来说话，又遭太师一顿痛骂。这有实权在手，果然是不一样，想骂谁就骂谁。为了让妲己现出原形，太师开启天眼，金光照射在妲己身上，怎料被他身上的女娲石反射，差点还伤了自己。妲己趁机假装昏死在地，这可把纣王给心疼坏了，抱着妲己就要治太师的罪。妲己趁势给太师求情，这样一来妲己成了大人有大量，太师变成了奸佞小人了。一介武夫玩套路还是太年轻了。回到后宫九头雉鸡精没有女娲石护身，怕被太师看出身份，于是撒谎说自己胆小，要是被太师一下非吓死不可。纣王亲了他小嘴，保证不会让你俩碰面。纣王走后，妲己又心生一计，让文太师和姜子牙去拼个你死我活，而自己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时百花仙子被申公豹所骗，也来到附近。姜子牙就算到利用无字天书布下云水阵，只要进入阵中，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施展不出法术。姜子牙念在百花仙子曾经帮助过自己，决定放他离开。怎料这时招娣和武吉手持木棍赶到，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招娣举棍便打，武吉也不甘示弱，抄家伙就要胖揍申公豹，没有了法术也只能在阵中挨揍。这女人狠起来真没男人什么事。这样一幕给姜子牙看的是目瞪口呆。招娣正想给百花仙子当头一棒，姜子牙赶忙上前制止，生怕百花仙子受伤，当即破了阵法，百花仙子一下子就溜了。有了法术，武吉瞬间被一掌击退。姜子牙赶忙上前接招，双方同时在运功，但嘴巴也没闲着，多少都要叫嚣上2句。一番5毛钱特效大战后，随即又各自变出武器继续再战。曾经不是姜子牙对手，现在也不例外，而且有打神鞭在手，由于神鞭力量强大，普通兵器无法抵挡。申公豹左手被砍了下来，申公豹急忙逃走，被百花仙子所救。百花仙子也只能为他止血，完事就要回去收集百花神水，再来对付他们。申公豹也只能先回朝歌找妲己求助。由于申公豹跑得太匆忙，没了断臂也没办法医治。
万计之间，妲己突然想到女娲石里确实有个移神换体之法，但一定要在伤口愈合之前接上。于是妲己施法避免让他伤口治愈。经过几人一番商量，决定去天狼谷找狼妖，只要砍下他的手臂，不仅能接上，还能拥有狼妖的法力。几个人一时间赶往天狼谷，妲己小手一挥，就把狼妖给引了出来。狼妖鼻子特灵，一闻就知道是狐狸精，妲己也不藏着掖着，直接说要他的左臂。狼妖以为这3个小姐姐是疯了，三姐妹也不啰嗦，直接动手。但这狼妖也有1000年的修为，论打斗3人联手也很难拿下的。打斗数十回合，狼妖也不落下风。于是3姐妹分散开来，前后夹击搞偷袭。狼妖顾得了前顾不了后，狼妖中招之际，妲己趁机砍下他的左臂。眼看情况不妙，赶紧开溜了，留下一只狼爪子。几个人急忙赶回来申公豹疗疗伤。上集说到妲己3妖为申公豹疗伤，只见一番施法，将狗爪子安装到申公豹身上，但狗爪还是狗爪，也没变成人手。申公豹见状，一个白眼绝对翻出灵魂，自言自语道：“我这么个帅小伙，日后提着狗爪子怎么见人呢？”妲己让他放心，这是刚装上的正常现象，等过段时间手臂就会和身体完全融合，到时不仅能拥有狼妖的法力，还可以变回人手。申公豹听了这番话才放下心来。这时纣王突然来到妲己的寝宫，一看到申公豹头上100个问号，问他为什么会在王后的寝宫里。申公豹支支吾吾半天也答不上来。实不相瞒，你的2王妃是他的女朋友，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他不在这谁在这？还好妲己为他解围，说是特意前来汇报军情的。西岐那边正在招兵买马，招贤那时有反叛之意。这时纣王说道：“姬昌算什么东西？这个老不死的，国王明天就派兵灭了他的西岐。只是这文太师刚刚班师回朝，国王不想他太劳累了，应该派谁去呢？”妲己提议让北伯侯崇侯虎领兵剿灭，纣王表示非常赞同，下令去召集朝中重臣，发兵去攻打西岐。与此同时，杨戬正在山上打猎，这时他还是个少年，不懂得半点法术，一个不经意的回头，发现草丛里有一只小狗，还断了一只腿。他正是被妲己3妖斩断手臂的狼妖。杨戬见他可怜，于是就将他带回家治疗包扎。也不知道导演去哪里弄的这只断腿小狗，看得怪可怜的。俗话说的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狼妖也因此遇到一个好主人，成为将来3界的第一神犬。另一边，申公豹施法，他以1人之力能敌10万大军，做法照出病毒，不用一兵一卒。一夜之间，西岐大军纷纷染病，全身溃烂，奇痒无比，完全失去战斗能力。姬发见此情况，很是着急，这也是他第一次带兵出征，就遇到这种情况，不知该如何是好。事情来得太突然，散大夫为官多年，看出了这是不对劲，8成是敌军有奇人异事，使用了妖法或巫术。如果使用了妖法的话，我军恐怕是无法抵抗。姬发只好让散大夫速回西岐，将事情禀告侯爷，然后再贴出告示找奇人异事帮助。散大夫急忙赶了回去，将前线情况告知了侯爷。侯爷当即同意贴出榜文，心想如果姜子牙看到定会前来援助。其实事情姜子牙都了如指掌，还让招娣几人去上山采药，但现在还不能跟侯爷见面，做好了药丸，于是就让武吉扮成一个老太太，前往西岐去送药。武吉这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姿，谁瞅他一眼就浑身发抖，并且2个门牙也光荣下岗了。他管你3七21，上去就把告示给接了下来。散大夫见状，直接给他一顿臭骂，还要治他的罪。武吉却哈哈一笑，不就是治病吗？找我就对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百草仙姑。众人表示不认识。那你可知道上古时期的神农呢？我就是神农氏的后裔。随后掏出一颗巧克力豆，说是能包治百病。散大夫还是半信半疑，但一时也别无他法，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随后抬了一名染病的士兵，士兵服下药丸后，瞬间发出惨叫，在地上打滚。但不到3秒钟的功夫，打滚的士兵站了起来，痊愈了。这把散大夫给高兴坏了，对老太太连连道歉，表示自己有眼不识泰山。随后武吉掏出一大袋巧克力豆，让他赶忙给前线士兵送去，让他们服下好抵抗敌军。另一边，妲己收到西岐大军痊愈的消息，是怒火冲天，也料到一定是姜子牙在暗中相助，于是妲己又是心生一计，决定先除掉姜子牙。他想利用女娲石里的瘟魔注入到崇侯虎体内。只见3人一番施法，崇侯虎变成了一个3角怪物。此时姜子牙正在打坐，突然眼皮直跳，于是掐指一算，算到瘟魔要来加害自己。他知道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赶忙做法提前做好准备，布下阵法等待瘟魔到来。即使这样，姜子牙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突然地动山摇，瘟魔崇侯虎就到了门口，幸好姜子牙在屋外设的阵法将其困住，阵中无法进入。妲己这边也破了功，于是让申公豹利用女娲石帮助瘟魔崇侯虎破阵。女娲石一出，瘟魔崇侯虎一剑就破了子牙的阵法，姜子牙直接将他踹翻在地。被瘟魔附身的崇侯虎根本打不死，一下就站了起来，2个人又打在了一起。姜子牙施法一剑击飞。这时武吉刚巧赶了回来，武吉反应过来也惊呆了，家里怎么来了个怪物？上去就要帮师傅，直接一顿小拳拳捶他胸口。等子牙反应过来也来不及了，武吉被瘟魔崇侯虎掐住脖子，将毒气直接吹进他的嘴里。等姜子牙出手已经晚了，武吉这时完全失去理智，
连师傅都想要胖揍一顿。姜子牙见状一掌将他拍飞，随后又布下灵符阵，暂时困住温魔虫猴虎。而中毒后的武吉已经傻了，扶着竹竿就在那一顿乱啃。这时哪吒和招娣也回来了，还以为武吉一个人在那玩耍呢。幸好这时姜子牙大喊一声，哪吒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掏出混天绫将他捆绑起来。姜子牙也掏出打神鞭，将温魔虫猴虎打到七窍流血，又让哪吒踢出风火轮，直接将他一顿火烧。妲己这边见情况不妙，急忙施法将温魔虫猴虎给拉了回来。可这时已经为时已晚，温魔虫猴虎就这样去地府报道去了。可温魔虫猴虎死了不要紧，还把瘟疫传遍三军，就这样一枪未发，自己整了个全军覆没。由于武吉中毒太深，姜子牙也只能用火疗先控制住他体内的毒性，到时候找到百花草服下就能痊愈。西岐这边侯爷得知前线大获全胜，且又为伤一兵一卒是开心坏了，但他曾经立下誓言，如果能大获全胜，就要减免百姓的赋税，还要为百姓算命卜卦3日。第2日，侯爷在城内给百姓卜卦时，这天龙王也收到女娲娘娘旨意，让他在西岐不云施雨，3日后在西岐城外下雨3尺，城内下雨3寸不得有雾。龙王接到旨意，第一时间赶往西岐，却看到西伯侯在算命。龙王不信这凡人也会算命，于是幻化成人形，决定让他算上一卦。我想问，西岐好像很久没有下雨了。不错，既然你会卜算，为何不算算什么时候会下雨？之前我曾经卜算过，明日就会下雨。明日？不错，那就请你算一算，明日的雨是怎么下的？明日城内下3寸雨，城外下3尺雨。城内3寸雨，城外3尺雨，一分不少，一分不少，一滴不多。一滴不多。侯爷的回答让龙王惊呆了，居然跟女娲娘娘的旨意分毫不差，这令龙王很是不爽，就像是听算命的命令一样。这时妲己姐妹俩凭空出现，说是要帮龙王找回面子。妲己怂恿龙王明日不雨时，将城内和城外的雨点调换一下，然后他们在雨里下毒，以此除掉西伯侯姬昌。这样一来什么气都出了。在二妖姐妹的忽悠下，龙王答应了下来。第2天，龙王正准备布雨时，申公豹和玉庆忽然赶到，龙王当即化身为一条巨龙，朝着西岐方向喷水。申公豹趁势也将毒液倒出，毒液和雨水混合在一起，随后整个西岐就下起了毒雨，只要被毒雨淋到的都无一幸免。一时间，整个西岐城里尸横遍野。而龙王改了城内城外的雨点，导致整个西岐都被大水淹没，西岐百姓伤亡惨重，流离失所。侯爷得知消息后，心中一震，差点晕了过去。散大夫告诉侯爷，自己派兵去开凿水渠，不曾想水里有毒，士兵们全都纷纷中毒。侯爷认为自己害了百姓，因自己卜卦算得不准，没有提前做好准备。这时姬发赶忙拿出之前姜子牙给的药丸，让中毒不深的先服下，能救多少是多少。而这时龙王却在空中洋洋得意，殊不知自己已经大祸临头。突然彩云童子来了。彩云童子，大胆龙神！小圣在，女娲娘娘命你去西岐布雨。彩云童子，大胆龙神！小圣在，女娲娘娘命你去西岐布雨。城内3寸，城外3尺，你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将雨水颠倒，变成城外3寸，城内3尺，害得城外耕作无水，城内尽遭水淹，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女娲娘娘震怒，特命紫微星君救我，明日午时来斩你的头，准备受死吧！女娲娘娘饶命！女娲娘娘饶命啊！龙神听到后顿时一愣，心想女娲娘娘法旨一下，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躲不掉。紧接着下凡找到了姜子牙，希望姜子牙能救他一命，并保证今后一定会留在西岐，帮助这里的黎民百姓。姜子牙看他诚心悔过，便为他指条明路。姜子牙告诉龙神，只有一个人能帮助他，就是姬发的父亲姬昌。于是龙神来到姬昌府内，并将事情原委向他交代。姬昌听后愤怒至极，原来是你害了我的百姓！如果女娲娘娘真的下旨要杀你，那你是罪有应得。西伯侯，小人失手，妖孽蛊惑，才会铸下如此大错，请西伯侯开恩。侯爷直接将他的话打断，说自己是不会答应他的。龙神见他如此模样，干脆直接翻脸，说自己反正也活不了，我这就立刻行云布雨，发大水淹了你西岐。姬昌听到这里顿时被吓住，如若不答应只会伤及到无辜百姓。姬昌无奈只好答应下来，随即询问该如何将他救下。龙神告诉他，只要您明日午时留住令公子姬发，他就能逃过此劫。见姬昌答应后，龙神拜谢就离开了。这时姬发外出走来，还带回来一把轩辕宝剑，说是无故从天上掉下来，
侯爷看到这个自然后，便明白事情该如何解决，于是就让儿子明日午学，带着宝剑来陪父亲。面对父亲的要求，做儿子的自然是答应，而龙神还在天上焦急地等待着。姬发也遵从父亲的命令，带着宝剑来陪伴父亲。眼看午时将到，姬发突然犯了冷，于是侯爷就让他在自己床上休息。殊不知旁边的宝剑竟然凭空消失，紧接着他元神出窍，化身为紫薇星君。居然操碎了数百个人的性命，女娲娘娘特命我前来斩你。眼见龙神想要逃跑，紫薇星君纵身追去，是要将他龙头砍掉。这时妲己突然出现，决定要助龙王一臂之力。在俩人的联手下，紫薇星君也逐渐法术有些力竭，间接着他的身体开始不断的流着卵泡。而这时姜子牙也算出紫薇星君有难，于是赶紧将哪吒叫来，让他前去帮忙。就在紫薇星君艰难抵挡时，只见哪吒手拿虎尖枪出现，直接缠住九尾狐。而龙神单独跟紫薇星君对阵，龙神自然不是姬发对手，很快就被其制服。随后一剑挥下，九尾狐眼见形势不对，赶紧施法遁逃。而在完成女娲娘娘的旨意后，紫薇星君将宝剑送回不周山，紫薇星君的身体也随之清醒。这时散大夫慌忙来报，刚刚天上突然掉下一样东西，坠落在大厅上，请侯爷亲自前去看一下。于是父子俩赶紧前去查看。姬发说看着像一个龙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时姬昌想上前仔细查看，不料龙头突然睁开眼睛，直接将姬昌吓晕过去。而龙神的魂魄也被逐放到了冥界，他还担心万一投胎做了畜生怎么办，于是就非常不甘心。这时妲己又凭空出现，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也还是没能逃过此劫。不管怎么样，龙神还是感谢一番。这时又来蛊惑龙神，说这是全怪姬昌失信，就算要去投胎，也应该要报了仇再去。经过妲己的花言巧语，龙神发誓要杀了姬昌报仇雪恨，于是便抱着自己的脑袋找到了姬昌。她为了救丈夫，竟要把自己的脑袋割了下来。只要你把你的人头割下来，我就把还魂草给你。他二话不说，直接就拿着80米大刀准备动手。这时姬发急忙阻止。你们两个不孝子，难道你们不想救你们爹了吗？随后气愤地将俩儿子推开，用力割向自己脑袋的时候，这时仙子却把他手中的刀收了回来。太sư，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呀。紧接着施法离开。此时众人心中满是疑惑。这时天空传来了一缕声音：百花乃是我的徒弟，是我要百花来试探，还魂草就在这里，拿去吧。随后众人将还魂草带了回来，紧接着姜子牙就施法，将还魂草变成了一颗丹药，然后给侯爷服下。可是吃下丹药的侯爷并没有清醒，殊不知此时侯爷的魂魄正被龙神掐住。姬昌，他们今天用还魂草，让你回去，要把你留在冥界，给我受罪！幸亏雷震子等人及时赶到，姬发直接一斧劈向龙神，奈何龙神只是一缕魂魄，根本伤害不了他分毫，反而姬发被龙神重伤在地。雷震子见状赶忙前去帮忙，想不到也依旧碰不到龙神，直接被龙神一掌打飞。龙神此时可谓是极其嚣张，说道：“我是龙神魂魄，我可以打中你们，你们却打不中我，现在能奈我何呀？”俩人不信邪，还要上前试一试，无奈都不是龙神的对手，被统统打倒在地。这时侯爷夫妇看着儿子受伤，焦急的上前直接拉住龙神，随后夫妻二人施展法术，打中龙神中枢，龙神疼得嗷嗷叫。姬发趁机一斧子劈去，接着雷震子风雷遁补上，将龙神化为灰烬。而姬昌也终于快要苏醒。姜子牙看到侯爷快要苏醒后，匆忙的带着众人离开侯府。这时候侯爷醒了过来，第一时间寻找姜子牙，可没想到姜子牙早已离去。而姜子牙回去后就坐在河边钓鱼，让人奇怪的是，他竟然用直钩钓鱼，并且还没有鱼饵，这让一旁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姜太公钓鱼离水3寸，愿者上钩。这话刚说完，鱼就一条接着一条的就钓了上来。而这件怪事也传到了侯爷的耳中，侯爷非常好奇竟有此事，他觉得这个人肯定就是姜子牙，并且要将他请回来。随后侯爷到了河边，却没有发现姜子牙的身影，只留下了一只鱼竿。侯爷看着这鱼竿百思不得其解，那姜先生既然救了我数次，为什么他还不愿意见我呢？他觉得这件事肯定另有隐情，这次没找到姜先生，肯定是诚意不够。于是侯爷决定吃斋沐浴，斋戒3天，再去寻找姜先生。